诗会上，我刚拔得头筹，便见一个衣着寒酸的小女孩站了出来。沈夫人既然如此聪慧，应当知道当人外事，为人不耻的道理。说完，她看向众人，语气不卑不亢：“你占着我娘正室的位置，以为我娘好欺负？今日我就是特地替我娘来请沈小姐上门为妾的。”见状，我看向闻声赶来的夫君，质问道：“成婚多年，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这么大的孩子？”他二话没说，直接给了那姑娘一脚：“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拉扯我娘子的衣裳？”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诗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便隐隐察觉到不对。原本和我关系不错的几位贵女，今日对我纷纷避如蛇蝎。本想着会后再找他们问个明白，怎料我刚拔得头筹，风头正盛时，一道尖利的声音骤然响起：“沈夫人既如此聪慧，应当知道当人外事，为人不耻的道理。”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衣着寒酸的女孩站在厅堂入口处，手指直直地指向我，眼中是淬了毒般的恨意。我先是一懵，随即马上反应过来，她这是冲我来的。众目睽睽，我强压下恼怒，温声开口：“这位姑娘，你是否认错了人，或是受了旁人指使？若有难处，尽可直言，我能帮必帮，犯不上在此处污我清白。”那女孩一听，竟像是受了天大的侮辱，猛地朝我啐了一口：“呸！帮我？你这种贱人的钱，我林悠然嫌脏。”这下我更加确认我不认识这个孩子。然而不等我细想，那群素来与我不睦的世家子弟便已按捺不住，纷纷叫嚣起来：“小孩子家家哪会撒这等谎？就是沈夫人，瞧着冰清玉洁，原来身子这么下贱啊！林姑娘别怕，我们替你撑腰。”我气得指尖发冷，却见那林悠然更加激动，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们知道什么？她这种不知廉耻的贱妇，天王老子也管不住，就该被进猪笼。”我实在无法与一个疯子般的陌生女孩在大庭广众之下争论，更不愿沦为他人谈资。当下心一横，转身便欲离开这是非之地，岂料林悠然猛地扑了上来，一把死死拽住我的手腕，尖利的指甲几乎抠进我肉里。“你认罪了，还敢跑？我看你就是心虚。”他嘶喊着，面目扭曲。我吃痛质问：“你放开！我与夫君成婚13载，琴瑟和鸣，众人皆知，岂会是什么外事？你定是弄错了。”“弄错！”林悠然猛地狠狠一扯我的头发，迫使我低头看向他怀中的那张破旧婚书。看好了，白纸黑字，我爹娘成婚15载，你没有执妾礼，不是外事是什么？你占着我爹，占着我家的名分，你这贱人！头皮被扯得剧痛，眼泪几乎要冒出来。我忍痛看向那张所谓的婚书，我的心跳骤然停了一拍。婚龄确实是15载，而新郎的名字也确实是我的夫君林怀。即便到了这一步，我仍心存侥幸。天下同名同姓者何其多，仅凭一个名字，你怎能断定我就是你口中那人？这定然是巧合。这时我的几位师友也实在看不过眼，出声相助：“这位姑娘，你定是弄错了。沈小姐与林怀大人成婚多年，京中不少人都见过，怎会是外事？”林悠然一听，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像是被点燃的炮仗，猛地调转枪头指向替我说话的人：“常见，成双入对。哼，你们谁参加过他们的婚礼吗？你说你常见，莫非你也是他的奸夫，所以才这般急着替他遮掩？”我气得浑身发抖，厉声道：“林悠然，你满口污言秽语，攀扯无辜，可知礼义廉耻为何物？”我话音刚落，林悠然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被我戳穿痛处，就恼羞成怒了：“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们的婚礼是在老家办的，所以京城无人得见？你不就是仗着我娘亲远在老家，无人知晓底细，就敢在这京城里冒充正牌夫人，招摇过市？”我心头猛地一沉，仿佛被冰水浇透，因为我和林怀成婚确实不在京城。13年前，因父亲外任，家眷同行，我与林怀在那里相识成婚。后来父亲升迁，我们才随之归来。怎料
此事竟成了他攻击我的利器。见我不说话，周围的窃窃私语声瞬间变大。看他那样子，像是被说中了。我就说呢，从未听说林家办过什么像样的婚礼。若真是明媒正娶，何至于如此遮掩？局势急转直下，我百口莫辩，心中拼命祈祷派去寻林怀的小厮能快些，再快些。见状，林悠然愈发得意。诸位都看见了吧？这贱妇无言以对了。说完，他转向我，沈氏，我娘亲如今也已到了京城。你既然是个见不得光的外室，今日就该当着诸位公子小姐的面，给我娘磕头认罪，敬上一杯妾室茶。林悠然说完，便将他娘从人群里拉了出来。来人我并不陌生，此女正是当年因行为不端，未婚先孕被我赶出府去的丫鬟张月。似乎是瞧见我眼中的震惊，林悠然愈发得意，用力推搡着张月，催促道：娘，你快说，快告诉诸位大人小姐，是不是这个毒妇沈氏当年勾引了我爹林怀，才害得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吃了这么多年的苦？快说啊！张月一看见我，下意识的就想往后退缩，全然一副柔弱不能自理，受了天大委屈却又不敢声张的模样。悠然，算了，都是些陈年旧事了，何必再提这种家丑，还是不要外扬了。我们惹不起夫人的。他这话看似息事宁人，实则句句都在把我往仗势欺人的恶妇形象上推。林悠然显然对母亲这番畏缩的表现极为不满，立刻拔高声音：娘，你就是太老实，太好欺负了，才让他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这么多年。他转回头，恶狠狠地瞪着我：沈氏，你看我娘多善良，既如此，我便给你一个机会。今日我就是特地替我娘让你上门为妾的。想到我和林怀的初遇，正是源于张月一次无意的引荐，以及在那之后他种种马虎却恰到好处的安排，我哪里还想不明白，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策划了多年的算计。我心头的惊怒渐渐被一种冰冷的清明取代。我紧紧盯着张月，声音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一字一句问道：张月，我问你，你当真是林怀明媒正娶，拜过天地高堂，有婚书为证，结发15载的妻子吗？张月被我锐利的目光吓得浑身一颤，根本不敢与我对视。夫人，我求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母女吧。我们真的不敢跟您争什么，只要您别伤害悠然，我什么都听您的。我会安分守己，再也不多肖想别的了。他这番话说得云里雾里，避重就轻，可听在周围那些早已先入为主的看客耳中，却无疑坐实了我仗势欺人，为人外事却嚣张跋扈，甚至威胁正室性命的恶毒姿态。果然，一片哗然和指责声瞬间将我淹没。可或许是因为过够了穷日子，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林悠然显然对张月这番不痛不痒的指控并不满意，他急不可耐地叫嚣起来：娘，你怕他做什么？他就是那个不要脸抢人夫君的贱人，爹现在入朝为官，享尽荣华富贵的是他，我们却在外头吃糠咽菜，那掌家之权本该是你的，今天必须让他交出来。我紧紧盯着张月，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倒要看看，在亲生女儿的步步紧逼和对富贵生活的渴望下，他究竟能编造出怎样一朵毒花来。果不其然，张月在林悠然连声的蛊惑和催促下，眼神挣扎了片刻，最终像是下定了决心，打算直接承认。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暴喝自门外响起：张月，你这个信口雌黄的贱人，你们究竟想干什么？看着闻讯匆忙赶来，脸色发白的林怀，我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彻底熄灭。他那份心虚慌乱，分明已是答案。夫君成婚13载，我竟不知你还有位这般大的女儿，真是可喜可贺啊！江淮被我这句话刺得一抖，但他显然摸不清张月母女到底吐露了多少，只能硬着头皮狡辩：娘子，你莫要听这疯妇疯女胡言，他们就是见钱眼开，胡乱攀咬，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我心下明了，看来江淮也对张月母女突然出现在京城并闹到诗会上一事毫不知情。
这倒是有趣了。那林悠然见到江淮，先是瑟缩了一下，随即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刚想扑上去哭诉认亲，指责我如何欺负他们母女，怎料他爹字还没喊出口，江淮便猛地一脚踹在他心口，将他狠狠踹开。哪里来的疯癫东西，也配拉扯我娘子的衣裳？林悠然被这一脚踹懵了，他愣了片刻，随即爆发出更尖锐的哭喊：爹，你是被这个狐狸精迷了眼了？你怎么能打我？我是你的悠然啊，你之前还总夸我聪明呢。尽管江淮还在不停地否认，声嘶力竭地向我喊冤，然而张月那时不时哀怨地投向他的充满了复杂情愫的眼神，却像无声的证词，将两人之间那点龌龊关系暴露得淋漓尽致。我心中一片冰凉，唇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冷笑。与我成婚13载，看来真是委屈你了，江大官人，害得你妻离子散，是我的不是。既如此，不若现下就和离，你也好与你这原配发妻和亲生女儿团聚，全了你们的天伦之乐，如何？和离二字如同惊雷，炸得江淮魂飞魄散。他猛地冲上前，一把死死抓住张月的衣领。张月，你这贱人，快说，快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是你见钱眼开，是你胡乱攀咬，我根本不认识你，快说。他此刻只想着撇清关系，保住眼前的富贵荣华。然而张月似乎被林悠然先前那句掌家之权，富贵荣华勾起了深藏的贪念，他竟没有顺着江淮的意思说，反而抬起泪眼，哀婉地看了江淮一眼，然后猛地朝我磕下头去，语出惊人：夫人，千错万错都是月儿的错，求夫人开恩，月儿愿自贬为妾，只求夫人能给悠然一个容身之所，让他认祖归宗。这话看似卑微，实则恶毒，既坐实了江淮与他有旧情，又以退为进，逼我容下他们。林悠然一听母亲竟自愿为妾，立马不乐意了，跳起来大喊：娘，你怎么能做妾？你做了妾，我就是庶女了。说完他又转向江淮，试图打感情牌。爹，这么多年，你除了寄钱，从来没管过我和娘，我们从来没怪过你。现在我们来了京城，只要你风风光光把娘和我迎回府，我就认你这个爹。至于他手指猛地指向我，趾高气扬。虽然我从小听娘说，都是因为这个女人横刀夺爱，我们才这么苦。我知道你现在还喜欢这个贱人，但我们大人有大量，不介意放她一马，给她一个妾室的位置。沈氏，你还不快把管家权和嫁妆交出来，好好伺候我娘和我，或许我们心情好了，还能给你几分好脸色。这一番施恩般的言论，气得江淮眼冒金星，几乎吐血。他再也忍不住，反手又是一个重重的耳光扇在林悠然脸上。混账东西，满口喷粪，我打死你个满嘴胡言的孽障！打完又急忙向我表忠心。娘子，你信我？他们都是疯子，是来讹诈的，我真的冤啊！时至今日，真相如何，在场众人早已心知肚明。我看够了这场令人作呕的闹剧，只觉得无比疲惫。江淮骗婚官家女是何等罪名，会受何等惩罚，你身为朝廷官员，应该比我更清楚吧？江淮闻言，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他猛地扑到我面前，几乎是跪倒在地。娘子，夫人，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我是真心爱你的。我和张月早就一刀两断了，那林悠然他根本不是我的种，是张月跟别的野男人生的野种。对，是野种，他就是为了讹钱，为了取信于我，他甚至口不择言地开始胡说。夫人，你若不信，我其实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如何能有这么大的女儿？他们就是骗子。此言一出，满场哗然。随即我转头看向一脸震惊的林悠然，嘲讽般开口：林姑娘，看来你认错爹了。另外有件事或许你也不知道，你口中这位享尽荣华富贵的爹，不过是我沈家的一个赘婿，离了我沈家，他江淮什么都不是。我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
炸得林悠然整个人都懵了。赘婿？你说他是赘婿？不可能，他信里明明不是这么说的。他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又像是被巨大的欺骗彻底点燃，指着江淮，朝所有人嘶声喊道：他来信说他已经在京城当上了大官，光宗耀祖，还说再过几年，等地位稳固，就风风光光接我和我娘来京城享福。你们骗人！这番急怒之下的指控，像一把利刃，瞬间划开了江淮精心编织的虚荣谎言，将他最后一块遮羞布扯得粉碎。他猛地抬头，正要厉声喝止林悠然，却先听见我一声冷笑：江大官人真是好志向，好谋划啊！一边做着沈家的赘婿，一边还在老家许下宏愿，倒是我沈家耽误你尽享其人之福了。江淮被我的话噎得面色发青，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林悠然见他这般反应，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破灭，富贵荣华转眼成空。他猛地转向一直瑟缩在旁的张月，歇斯底里地逼问：娘，你说话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真相，就让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在这儿丢人现眼？张月被女儿摇晃得站立不稳，支支吾吾，眼神躲闪，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拼凑不出。于是我替张月回答了林悠然，他不告诉你，自然是因为他也相信，再过几年林怀就能彻底吞下沈家，到那时就算我再厉害也无力回天。他林怀说我是妾，我就只能是妾。林悠然，你今天所受的羞辱，追根溯源，是你亲生父母联手种下的恶果，如今不过是由你亲自吞下罢了。说完，我冷眼看向瘫软在地的林悠然，两个蠢货养出的聪明孩子吗？呵，有意思。本以为事情至此已尘埃落定，就在我想着林怀会带着他那两个见不得光的至亲灰溜溜滚出京城，永绝后患之时，府门外竟毫无预兆地炸响了一串迎亲的鞭炮声。我心口猛地一沉，当即起身朝外走去。只见林怀一身刺目的大红婚服，不合时宜地站在院中，先前那副惶恐求饶的嘴脸早已荡然无存，眉宇间尽是志得意满，一副小人得志的猖狂。不等我开口，林悠然便像个跳梁小丑般急不可耐地蹦了出来：沈姨娘，还磨蹭什么？我爹人后今日特地来给你补上纳妾的礼数，免得你身份不明不白，还不快跪下叩谢爹娘恩典。我目光冷冷扫过他，如同看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林悠然，看来先前的教训还不够，疯话不是靠嗓门大来证明的。你……林悠然被我一噎，气急败坏地掏出一纸婚书，唰地展开，几乎要对到我脸上。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才是官府加盖朱印的婚书正本，白纸黑字写明了，我娘张月才是林怀明媒正娶，婚龄15载的正式夫人。你沈氏不过是个名字在妾室栏上的破烂玩意儿。今日我爹就是要拨乱反正。我定睛看去，那纸婚书却是我们当初在官府备案的那份行制。恰在此时，我派去打探的心腹小厮急步回来，在我耳边低语：小姐，查清了，林怀投靠了老爷的政敌，用重金买通吏员，将官府存档的婚契副本篡改了。他们将您的名字挪至妾位，把张氏填成了正妻。原件恐怕已被销毁。尽管已有预感，听完回禀，我仍觉一股寒意自指尖蔓延。好毒的计策，好大的手笔！如此一来，官文之上竟成了我沈家欺世盗名。林怀捕捉到我脸上一闪而逝的苍白，假惺惺地开口：夫人，如今该叫沈姨娘了。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官印如山，铁证在此。你我终究多年情分，即便你为妾室，我日后也会看顾你一二，不让你太难堪。林悠然见状，得意更甚，竟猛地伸手，一把将我发间那只祖母传下的碧玉蓝簪夺了过去。哼，这簪子就当你先前对嫡女不敬的赔罪，往后这些好东西何该都是我娘的。看着我恼怒的神色，他得意地将簪子在手中晃晃。林悠然，还给我！我厉声喝道，伸手欲夺，可林怀却抢先一步上前，状似阻拦，
实则偏袒地隔开我的手腕。悠然，大喜的日子，何必同你沈姨娘胡闹？说完，他转而面向越聚越多的百姓，高举那份假婚书，朗声道：诸位乡邻，今日正好做个见证。我林怀今日迎回发妻嫡女，乃是遵循官府文书，拨乱反正。此婚书盖有官府大印，沈氏实为我妾室，多年来我备受沈府欺压，委屈我正头娘子了，日后我必当好好偿还。看着人群议论纷纷，不少人看向我的目光带上了怀疑和轻蔑。林悠然气焰膨胀到极点，指着我的鼻子羞辱道：窃通买卖就是个奴才。沈姨娘，你若识相，现在就乖乖把你的库房钥匙、账本，所有嫁妆铺子的地契全都交出来，奉给我娘掌管。我或许大发慈悲，容你在府里做个最低等的贱妾，否则，日后每天早晚你都得跪着给我娘磕头奉茶、洗脚捶背。周围的窃窃私语声更大了。见我只是冷眼睨着他们，半晌不语，林怀那点虚伪的耐心似乎终于耗尽。青衣，我知道你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及时可不等人啊，总不能因你一人之故误了这纳妾的好时辰，夫人还等着你敬茶呢，你说是不是？他上前一步，压低了声音，带着积怨已久的恶意。想想你往日是如何高高在上，如何对我呼来喝去的，你们沈家压得我这么多年喘不过气，如今嘛，虽说只是个妾室，但只要你日后安分守己，好好伺候夫人和嫡女，我保你衣食无忧，如何？这已是天大的恩典了。然而，就在他们父女以为我已山穷水尽，只能任人宰割的最得意时刻，我深吸一口气，将所有惊怒压抑下去，声音不高，却奇异地压过了所有嘈杂，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戏唱得这么卖力，台词背得这么熟，你们父女俩不去天桥底下搭台子，真是可惜了。林怀父女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我环视他们，缓缓开口：你们如此笃定这份篡改的文书能一手遮天，无非是仗着背后有人，仗着官府留存的底当已被偷梁换柱，死无对证，对吗？见被拆穿，林悠然强装镇定：什么篡改？这就是铁证。我不理他，继续道：那你们可知为何府中闹出如此大的动静，我父亲却至今未曾露面？林怀眼神一闪，当即暗道不妙。你爹他去哪了？我声音暗含嘲讽。你如此着急，怕是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吧？毕竟我父亲如今正就在宫中，马上就要将你们背后那位靠山这些年来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虚报考核，以及昨日竟敢胆大包天，授意手下篡改官府婚书文书，欺君罔上的桩桩件件铁证，悉数呈报于御前。我盯着林怀瞬间惨白如纸的脸，一字一句道：说起来，我还真该多谢你们父女，尤其是你，林悠然。若不是你带张悦来到京城，怂恿林怀倒戈，又迫不及待拿出这份伪书，当众逼我为妾，非要坐实这拨乱反正的名目，我父亲还真难顺藤摸瓜，拿到张侍郎滥用职权、欺君罔上的实据。是你们亲手将最后的铁证送到了我们手上。不，你胡说，这不可能。林怀吓得连退数步，浑身发抖。不可能。我冷笑一声，你还要感谢我暗中推波助澜，若非我出手相助，你真以为凭林悠然的纸上谈兵，就能让你轻易搭上张侍郎这艘破船？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话，远处街角骤然传来整齐而沉重的脚步声，一队盔甲鲜明的禁军疾步而来。奉旨查抄犯官张廷府邸，一干涉案人等即刻所拿归案。林怀，你涉嫌贿赂朝廷命官，勾结胥吏篡改官府文书，跟我们走一趟吧。下一秒，林怀扑通一声瘫软在地，裤裆处瞬间湿了一片，腥骚味弥漫开来。林悠然吓得魂飞魄散，尖叫一声，竟抛下父母，转身就想往人群里钻逃。可我早已料到，一步上前，精准扣住他的手腕，狠狠拽回，另一只手同时轻巧却坚定地掰开他的手指，取回了那只碧玉簪。啊！放开我！毒妇！你敢动我！林悠然面目扭曲的挣扎。
刚才你说抢这簪子是对我不敬的惩罚。我捏着失而复得的簪子，眼神冰寒刺骨。现在我原话奉还。话音未落，我手腕猛地一沉，玉簪尖利的尾部已狠狠划过他刚才抢夺簪子的那只手腕。这就是你对我不敬的代价。尘埃落定，林怀三人被判流放3000里，而我也顺利拿到了那份期盼已久的和离书。这日天光晦暗，我由狱吏引着步入了天牢深处。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林大官人，如今像条赖皮狗般蜷缩在草堆里，衣衫褴褛，面目污浊。他一见是我，眼中骤然迸发出最后一丝光亮，连滚带爬地扑到栅栏前，声音嘶哑：“青衣，青衣，你来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看在我们夫妻13年的情分上，原谅我这一次，救救我！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我再也不见张月和林悠然了。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求求你，救我出去吧！情分。”我轻轻重复这2个字，唇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从你与张月合谋，企图将我定为妾室，夺我嫁妆，毁我清誉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还剩什么情分？林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苦果自然也得由你亲自咽下。见我眼神没有丝毫松动，他眼中的希冀迅速熄灭，转而燃起疯狂的怨毒。他猛地指向缩在角落同样狼狈不堪的林悠然，厉声尖叫：“是他，都是这个孽障害的！是他贪得无厌，跑来京城闹事，是他撺掇我，要不是他，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话音刚落，一直沉默的林悠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扎起，指着林怀的鼻子破口大骂：“放屁！林怀，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怎么会有你这种爹？当初是谁写信吹嘘自己在京城当了大官？是谁许诺要接我们来过好日子？我呸！你个没担当的废物，活该你被流放！你怎么不死在路上？”骂完林怀，他猛地转向我，眼神里混杂着强烈的不甘、嫉妒，还有一丝绝望下的祈求，可出口仍是尖刻的诅咒：“沈青衣，你现在满意了？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你不得好死！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注定断子绝孙！”我听着这恶毒的咒骂，非但不怒，反而极轻地笑了笑，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带着几分审视。平心而论，林悠然，你们3人之中，你倒确实算得上伶俐，有几分极致，也懂得审时度势。可惜了，被你这对蠢钝贪婪的父母拖累，白白糟蹋了这点天赋。我话音微顿，视线若有似无地扫过面如死灰的张月和黄急不堪的林怀，语气似真似假。我膝下至今空虚，有时见了稍微聪明些的孩子，倒也难免会多想1、2。若是好好栽培，未必不能成器。这话如同投入死水的石子，精准地激起了林悠然心中最深的怨恨和对生存的渴望。他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计算，立刻换上一副哀求的面孔，急急向我表忠心：“夫人，以前是我年纪小不懂事，被他们教坏了，我知道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计较。我愿意认您为母，我以后一定孝顺您，听您的话。您把我带出去吧，我给您当牛做马。”为了取信于我，他开始用最恶毒的语言攻讦亲生父母。张月他就是个下贱胚子，只会装可怜；林怀更是个虚伪无能的骗子，他们根本不配做我父母。夫人，您才是有本事、有气度的人，我以后只认您，您让我做什么都行。张月见女儿如此，痛哭流涕地想上前拉她，却被林悠然一脚踢开。一时间，牢房内咒骂、哭喊、推诿交织，3人如同陷入绝境的野兽，互相撕咬，场面丑陋至极。我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终于忍不住低低地笑出了声。这笑声让林悠然骤然清醒，他意识到我根本是在戏耍他，羞愤交加：“沈青衣，你骗我，你不得好死！我只是个无辜的孩子，都是你们这些大人造的孽，你却这么恶毒，你会有报应的。无辜的孩子！”我收起笑容，眼神锐利如刀。当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污我清白，
口口声声要我做妾。任你母女践踏时，可曾想过无辜二字？林悠然，你的恶毒源于你的贪婪，别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对的，林悠然哑口无言后，我向前一步，目光平静地注视着状若疯癫的他，一字一句，缓缓投下最后一击。不过，林悠然，你自诩聪明，难道就从没想过，最初引你们来京城的，其实就是我呢？此言一出，不仅林悠然，连还在互相指责的林怀和张悦，都如同被冻住一般，僵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向我。其实，我早就发现了林怀和张悦那点龌龊秘密，但轻易放过，岂不太便宜了？我语气平淡，仿佛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所以我稍稍动了点手脚，比如偷换了林怀寄给张悦的信，让信中的言辞听起来仿佛他已在京城飞黄腾达，即将掌控沈家，再加上一些恰到好处的风声，自然就让张悦以为苦尽甘来，让你林悠然以为自己有个能带来泼天富贵的好爹。于是你们母女便这样满怀憧憬的踏上了我为你们精心铺好的通往京城的路，而后来的一切不过是顺水推舟。家父正需契机扳倒政敌，而我也需彻底解决林怀这个麻烦。你们一家的出现刚好一箭双雕。牢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原来从头到尾都是圈套。现在他们终于明白，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我棋盘上的棋子，一步步走向我早已设定的结局。看着彻底崩溃，在绝望深渊中互相怨恨撕咬的三人，我不再多言，蓦然转身离开了这片污秽之地，不出天牢，重见天日。阳光毫无保留地洒落周身，暖意驱散了所有阴寒与滞涩。前路漫长，天地宽广，而我再无羁绊。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